婆要逃跑了，不能让她走，将她逼回重阳宫再说。是。快点！站住！臭大毛，你照让路！让开！婆婆，你还是把解药和孩子交出来吧。要孩子，你需先杀了我！哎呀！跟我回去！婆婆！婆婆，照应他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婆婆，婆婆，婆婆，你别死！婆婆，婆婆，婆婆，我不让你死！我长这么大，除了娘疼我，就只有婆婆疼我了。婆婆，你为什么要丢下果儿走了？婆婆，婆婆，我失手伤你，实非本意。这番罪业既落在我的身上，也是你命中该当有此一劫。婆婆，你好好去吧。婆婆，你还不自刎，更待何时？你怎么？杀人抵命，只有你自刎了结，大家才能相安无事。贫道已经失手杀了孙婆婆，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你带着杨过走吧。
胜负乃常事，若是打个败仗就得抹脖子，你师兄再有18颗脑袋也都割完了。全真教丘处机向高陵讨教。你这老道，倒也爽快。师兄，小心！睡吧。哦，睡觉喽！你干什么？你捉弄我！这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还不快躺下，睡觉了。不了，你睡床上，我睡地下，我睡地下。你要留在这里的话，就要听话。好吧，睡吧。好冷啊！哎呀！姑姑，怎么了？睡觉了。姑姑，这什么曲子呀？真好听。这是祖师婆婆传下的曲子，叫做《奇奥》。奇奥？哎，姑母
以前教过我，是不是《诗经》中的“瞻彼其奥，欲逐夷夷，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郭伯母说，这首诗的意思是赞美一个男子，有如雕琢过的美玉一般，温润无瑕。你的美女拳法已经练成，我古墓派的入门武功，你已学全，明天练习全真武功。啊，要学全真武功？本门的最高武功是玉女心经，要练玉女心经，第一步就是要练会本门的各项入门武功，第二步练全真剑法，第三步再练克制全真剑法的玉女心经。我师父去世的时候，我才只有14岁。只将全真武功练了个开头，更不用谈玉女心经了。第一步我现在教会你了，第二步、第三步还要咱们一起琢磨着练。啊，你都不会练，那我们怎么练啊？你跟我来吧。哈哈哈哈呀哈！哎，姑姑，这石壁上刻的是什么东西啊？啊？当初王重阳将全真武功尽数刻在这石壁上，祖师婆婆移居古墓之后，潜心苦思，更创出了刻着这些武功的招式——玉女心经，也将其刻在这石壁上了。妙极了！丘处机好大通武功再高，也高过王重阳。只要将祖师婆婆的武功学会，自然就能胜过那些臭道士了。这玉女心经需要人同练，互为砒柱。当年我师父就是和祖师婆婆一起练的。祖师婆婆练成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可是我师父呢，却还没有练成。我也是你徒弟，我也可以和你同练。要练成全真武功，可是不容易。哟，哼，真是的呀！哎，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啊？师兄什么意思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妩媚思服。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呀！小弟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早了，小弟先告辞了。
你是真不明白？啊？好，那我就去禀告邱师伯，让他来查个究竟。查究什么？哼，你不守清规，触犯了全真教的大戒，我倒看你怎么再做这第3代的首座弟子。我犯了什么大戒？全真教第4条戒规，淫戒。我教讲究的是修心养性，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不是犯了淫戒吗？赵之敬，你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是不服气我做首座弟子，你自己想做，你还想做本教掌门，所以编这些话来造谣重伤。哼！我心里想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个瓷瓶是什么珍奇宝贝啊？值得你天天的把玩？啊？你一遍一遍书写着小龙女的龙字的时候，心里想的可是修行的心法？哼！在你写这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难道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还给我！哟，你还敢杀人灭口吗？怎么样了，姑姑？小龙女，师弟，你看到了吧？你梦魂牵挂的意中人竟然在这里偷汉子！姑姑，人家说古墓派是姑娘派，个个冰清玉洁，如处女一般，没想到竟然是污秽不堪，暗中收藏男童，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来！你，姑姑。没有用的，我练功练到紧要关头，被他们这一扰，血不归经，治不住的。姑姑，你别说话，我们先回去，我们先回去。不，你别让他们胡说。好，我杀了他们。你说什么？想杀了我们两人？就凭你呀！啊！杨姑，你不要胡闹，快带你姑姑回去疗伤吧。姑姑，等我一下。今天就要你们见识一下玉女心经的厉害。杨过，你背叛师门，另投邪魔歪道，你今天自己来送死，我正好要清理门户。
杨过，休得无礼！师弟，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古怪剑法，好像是专门对付我们全真剑法的。现在才知道，完了！慢着，我可以让你姑姑放心。哦，今日之事，我姓甄的若是向外吐露半句，立时自刎相谢。若有失言，犹如此发。我曾经拜你为师，磕过你8个响头，现在你已非我师，赶快把这8个响头给我磕过来！要杀便杀，废什么话呢？好，那我就杀了你！过儿，他毕竟做过你师父，杀师不祥。你叫他发誓，他不要胡说，就饶了他吧。那你发个誓来！我不说就是，发什么誓嘛？不行，你非发个毒誓不可。好，今日之事，只有在场的4人知道。倘若对第5人提起，叫我不见天日，乱箭穿胸而死。今天便宜了。姑姑，你怎么样？姑姑，姑姑，姑姑，你不会有事的，姑姑，姑姑，你可别死呀，姑姑，姑姑，姑姑，你怎么又哭了？你是自己怕死，是不是？我难道不是吗？我早就想好了，我死之前一定把你也杀了。我答应过孙婆婆，照顾你一生一世。如果不杀你，我有何脸面去见孙婆婆？又有谁来照顾你一生一世？姑姑，姑姑，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姑姑，姑姑，姑姑，你可别死啊！姑姑，姑姑，你不会有事的，姑姑，姑姑，姑姑，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姑姑？好累。姑姑。
啊！这条命是姑姑给的，就算给姑姑杀了有什么大忌？哎，姑姑，我来了！哎，哎。姑姑，姑姑，姑姑！此人是谁呀？祖师婆婆有训，古墓当中不准臭男人踏进一步，你怎容他在此？杀了！哼，竟然是本门武功。师妹，这小贼是谁？哎，嘴巴放干净点儿，不然要你好看。过儿，不得无礼，快拜见你大师伯。我呸！这算什么大师伯？过儿，你给我过来。床边角落里有一块凸起的石板，你用力向左边扳，然后立即跳上床来。是。弟子叩见李师伯。哼，这就对了，让你师傅教教你如何尊师重教。待会儿他万一有什么不测，没准我一高兴，或许还可以饶你一条小命。逃得出这密室，我看你逃不逃得出这古墓。我向师父立过誓，我不能出古墓的。你有孝又有难，我怎么能离开你？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也不走。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陪着你。傻过儿，何必陪我送死？师姐武功高强，纵然我没有受伤，咱们师徒俩也未必斗得过他。更何况我血性不足，难以引弓疗伤。你还是趁机逃命去吧。你气血不足，我有血，我给你血。姑姑，好，这是出墓的必经之地，我们就在这等着。等他们食物用完之后，自然会来找我们。来了。想要玉女心经吗？就让你见识一下它的厉害。
你不过如此。姑姑，我不走，你们也别走。师姐，咱们古墓里别的机关你不知道，断龙石，师傅总跟你说过吧？这是断龙石。断龙石已放下，纵然师父复生，咱们也逃不出去了。好，那我就把你们二人的脸划个稀烂，让你们在阴间相见也不认得对方。姑姑，这就是玉女心经的武功吗？过儿，你先不要感伤，也不要走开，让我再看看你。我不走开。好，咱们就这样死在一起，永永远远都不会分开了。就算再过100年、1000年，我们俩都变成灰了，我们的灰也要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朵儿，嗯，这上面怎么会有字啊？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过儿，你先出去一下。我不出去。傻过儿，我叫你先出去一下，我好看清楚那些字啊。我不出去。好吧，好吧。写的什么？你快告诉我呀！原来祖师伯伯死了以后，王重阳又来过古墓。嗯，他来干什么？他来调研祖师婆婆。他见祖师婆婆的玉女心经，把全真派的武功尽数破去了，于是便在石棺中说道：“咱们祖师婆婆破去的只不过是全真派最粗浅的武功而已，对于较为深沉的武功，九阴真经又何足道哉？”我呸！反正祖师婆已经过世了，她爱怎么说都行。他还说，在另一件事时留有破解玉女心经的方法，后人有缘，一观便知。另外一件事是，在哪儿？我怎么没见过？看样子，那件事实就在这棺材底下。在底下？哎，姑姑，我们去看看好不好？好吧，你进来吧。哎，通道在哪儿啊？啊？应该有机关。在哪儿啊？姑
姑，这什么鬼地方？怎么这么多人啊？这些桃油一定是王重阳所布。姑姑，王重阳所说的武功秘籍在哪儿呀？过儿，你快来看。我想，这就应该是九阴真经了。啊，九阴真经？我以前好像听郭伯伯提起过。这门武功，看来当真是博大精深。姑姑，这好像是幅地图。你看，你看。姑姑，你怎么了？你又疼了？你看，这是古墓的地图。你看那个地方，是古墓的另一个出口。果儿，咱们可以出去了。真的？我们得赶紧出去，把京室的入口堵上，不要让李莫愁他们找过来。走。原来这里还有这么一个舒服的地方，你们两个人在这里谈情说爱。好师妹，你再用心推想推想，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出一条出古墓的路。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么说，你真的知道？好师妹，你带我们出去，我保证再不为难你便是。你们怎么进来，便怎么想办法出去。过儿，这里好大的水汽，有水汽一定有出口。师伯，你先请。你们先带路，不准耍花样。嗨，真是好心没好报，带路就带路，有什么了不起？走。云波，我不识水性啊，你扶着我。好。姑姑小心！身上石头！好沉啊！师姐，我们走了，你们就请便吧。
练成了，练成了！姑姑，九阴真经大功告成了。姑姑，你不开心啊？九阴真经练完了，咱们……我知道，你要是不喜欢下山的话，我们就永远待在这里。真的？嗯。女娃子，你功夫不错呀！我儿子在哪里？快把儿子还给我！你休想走！怎么不回答我呀？啊！我儿子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他们都说他就在重阳宫，可我把重阳宫上上下下找了个遍都没找到。哎，你看见没有？看见什么？我儿子扔错。你又是什么人？爹，爹，我是过儿呀，我是你儿子呀。过儿，那个女娃娃是什么人？他是我师傅。是师傅？他是你师傅啊？那么年轻啊？跟他学武功，那还不如我教你了。我可以教你绝世神功。啊？什么绝世神功啊？一个是啊，慢着，慢点儿！我告诉你啊，这蛤蟆功可不能让那个女娃娃看见。哎，你到那边，我去跟她说，不许偷看。去吧。哎，嘿，女娃娃，我要教我儿子练功，不许偷看啊！哎，我和你说话，你听见没有？不肯答应。那就别怪我无礼了。哎，儿子，练功去。姑姑，姑姑，你等我来！好，只是中看不中用。看好了，应该是这样练的。
儿子，哈哈，这才是蛤蟆功的真谛。记住了？记住了，我记住了。哎，好，那我再传授你九阴真经。顾儿，是你吗？顾儿，你又玩什么花样？怎么有个男人从古墓中跑出来？不知道你师叔又在搞什么玄虚。咱们先不去理他。无论如何，我这次非得把玉女心经拿到手不可。李莫愁趁着小龙女重伤，想要逼问玉女心经的所在，逃跑的杨过却恰在此时折返回来。祖师婆婆有训，古墓当中不准臭男人踏进一步。你怎容他在此？杀了！李莫愁见杨过施展古墓派的武功，不禁大为惊奇，脸上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笑容。师妹，这小贼是谁？过儿，快拜见你大师伯。杨过假意参拜，趁机触发地上的机关，跳上寒玉床，便带着小龙女逃出了石室。一夜休整之后，小龙女伤势好转，便带着杨过一起迎战李莫愁师徒。你不是想要玉女心经吗？就让你见识一下她的厉害。
小龙女凭借玉女心经缠住李莫愁，将杨过送出古墓，并放下断龙石，脸上满是不忍和决绝。断龙石缓缓落下，木门即将被封死。电光火石之间，杨过闪身而入，一声巨响之后，断龙石彻底落下。师妹，这可是你们自找的，休怪我不客气。过儿，你快上来呀！李莫愁眼见强行逼问无济于事，还被大口大口的喂着狗粮，只能将二人拉了上来，并转变策略。师妹，这少年待你这么好，你实在是什么都不缺了。你应当下山去的。花花世界，你们二人双宿双飞，世间赏心乐事，无穷无尽。世间，可惜现下已经迟了。你难道断龙石已放下？纵然是复生，咱们也逃不出去了。好，那我就把你们二人的脸划个稀烂，让你们在阴间相见也不认得对方。好，那我就把你们二人的脸划个稀烂，让你们在阴间相见也不认得对方。面对李莫愁气急发难，小龙女拼尽最后的力气施展玉女心经将其逼退，带着杨过逃进石棺中等死，却偶然间发现王重阳留在石棺上的自己。玉女心经，技压全真，重阳一生不弱于人。根据上面所述，这棺材下面还有一间石室，藏有破解玉女心经的武功秘籍。在好奇心驱使下，二人找到机关，落到了下层石室当中，果然发现了王重阳留下的九阴真经。可惊喜之情转瞬即逝，小龙女想到两人已经没有来日，再好的秘籍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用了，不禁怅然若失。杨过却在旁边的石壁上有了重大发现。你看，这是古墓的地图，你看那个地方，是古墓的另一个出口。过儿，咱们可以出去了。小龙女沉浸在重获生机的喜悦当中，对杨过诉说着情话。我以前从来不怕死，反正我一生一世都在这古墓中，早些死，晚些死又有什么分别？可是这几天，我老是想着要跟你到外面去看看，和你分享这世间赏心乐事。就在二人考虑给孩子起什么名字的时候，杨过却忽然想到了什么。坏了！怎么了？我们得赶紧出去，把京室的入口堵上，不要让李莫愁他们找过来。走。李莫愁见二人神色，便知道他们肯定是找到了古墓出口，但他也深知威逼无用，只能乖乖地跟在他们后面寻找出路，等出去之后再做打算。可到了之后，才发现出口竟在一处水潭下面。我不是水星，救我！许久之后，四人终于从瀑布下面钻了出来。李莫愁还想趁机发难，却被早有防备的杨过点了穴道。师姐，我们走了。两人携手离开，并在附近建了木屋以避风雨。在这里，先是练成玉女心经，而后又修炼了王重阳留下的九阴真经。这时，杨过忍不住提起了下山的想法。小龙女的社恐症却犯了。杨过见他为难，便说不下山也可以。可小龙女却不忍杨过随着自己久居深山，便心事重重地走开了，准备找龙骑士舒缓一下心情。看你这样子，一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算了，今天小爷心情好，就饶了你。走吧。杨过还在沾沾自喜，怎么也想不到小龙女刚才遭遇了什么。就在欧阳锋传授杨过武功之时，害怕小龙女偷学，便想让她离远一点。我和你说话，你听见没有？见小龙女并不答话，欧阳锋一指点出，小龙女顿时瘫软在地。随后带着杨过找一僻静处传授武功，而暗处偷窥的甄志炳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缓步上前。恰在此时，一阵微风吹起衣衫，遮住了小龙女的眼睛。忽觉有人轻抚自己的脸颊，她不由得开口问道：“过儿。”是你吗？甄志炳听他将自己误认为杨过，便愈发放肆，以手相就抚摸他的脸颊。小龙女觉得这手断然不是欧阳锋，更加认定是杨过所为，心中惊惧渐退，情意暗生。随后只觉双眼被蒙，而那手也越来越不规矩，缓缓替自己宽衣解带。小龙女无法动弹，只得任其所为，不由得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另一边正在练功的杨过却发现欧阳锋所传授的九阴真经和自己所学的有所出入，当下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欧阳锋起初不信，但按照杨过所说的一式顿觉通体舒坦，分不清真假的欧阳锋不由得心中混乱一团。而此时忽见旁边人影闪动，杨过施展轻功闪到那人身前，发现竟是全真教的首座弟子甄志炳。这人平素举止极有气派，但今日却衣衫不整，慌张的说不出话来。杨过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觉得极是可笑，便调笑几句放他离开了。而另一边的欧阳锋越想越乱，
逐渐的魂不守舍，随后疯病大发，一阵癫狂过后便头也不回的冲下山去了。追不上欧阳锋的杨过在花树下找到了躺在地上的小龙女，眼上还蒙着一块青布。待解下青布，只见小龙女的神色极是异常，双颊布满红晕，娇羞无限，和她说话也不回答，只是眼中微露责备之意。杨过念头一转，想到肯定是被自己义父点了穴道。我来给你解穴啊。待杨过给他解了穴道，小龙女软绵绵的依偎在杨过怀中，好像周身骨骼全部融化了一样。杨过顿时受宠若惊。姑姑，我义父做事颠三倒四的，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你自己做事才颠三倒四的，也不害臊，还说人家。杨过见他举止语气极为亲昵，心中稍觉慌乱。姑姑，你还叫我姑姑？听到这话，杨过更加不明所以。小龙女见他满脸疑惑，只得出言提醒：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啊，妻子？不可能，不可以啊！听到这话，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想不到杨过竟然对自己始乱终弃。思绪几番辗转过后，长袖一拂，转身急奔下山。杨过看着那一袭白衣渐渐隐没在夜色当中，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待到天色大亮，杨过四下寻找，却哪里还能找到小龙女的身影？茫茫天地之间，就只他杨过一人而已。姑娘，你要吃馒头吗？要几个？一个。啊，好。慢着，我自己来。初涉红尘的小龙女对世间的人情世故一窍不通，肚子饿了拿起人家的东西就要吃，也不知道要给钱。老板见她天真貌美，也不想和她计较，可围观的几个流氓却想趁机为难她。转眼两只咸猪手已经搭在了她的肩上，小龙女脸上不悦，衣袖一挥，两人倒飞出去，馒头被砸得散乱一地，周围乞丐连忙上前哄抢，场面顿时混乱一团。小龙女不想多做纠缠，飞身离去。寻常百姓哪见过这种情形，便误以为是菩萨下凡，倒头便拜。心情郁闷的小龙女漫无目的的游荡着，恰巧又遇到了自己的师姐。我的赤霞山庄，师妹还没去过，姐姐不才，想请师妹去盘混几天，顺便指教一下玉女心经。习得玉女心经和九阴真经的小龙女早已今非昔比，二人再次交手，李莫愁再难占到丝毫便宜。小龙女却因为没有吃到刚才的馒头，现在还饿着肚子，满脑子干饭的小龙女便借机抽身离开了。我不是你的对手，可你也抓不到我，咱们就此别过。小龙女来到集市上，四处打探杨过的下落，顺便物色着下一个可以吃霸王餐的地方。一个鬼头鬼脑的小厮却在此时凑了上来。姑娘，你是在找杨过吗？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他也在找你啊！听闻有人知道杨过的下落，小龙女开心极了，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能正在遭遇一场诈骗。在小厮的引导下，她来到一座大宅之中，不多时，一个公子哥走了进来，绕着小龙女上下打量，眼神中尽显垂涎之色，客套着请她吃点心。可小龙女一开口就把两人整不会了，心想这姑娘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不能吃，因为我没有钱。杨姑娘，我请你吃点心，谁说要钱？杨姑娘，我不姓杨。你不姓杨？你不是杨过的姑姑吗？小龙女只是天真，并不是傻，几句话便发现对方是在骗自己，转身就要离去。在我这儿住上1年半载，我包你见到杨过。小厮识趣地关上房门，本以为自己为主人促成好事，却没想到将他置于水深火热当中。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公子还想硬来，却被小龙女一通暴揍。公子急忙呼唤下人，想要将小龙女拿下，可区区几名家丁在姑姑眼中根本就不够看，衣袖一挥，几人瞬间人仰马翻。见这些人如此不讲道理，小龙女彻底清醒过来。你根本不认识过儿。正要离开之时，那名小厮又死乞白赖地爬了过来找打。姑娘，你干嘛非找杨过？跟着我们家张公子岂不是更好？何必认死理呢？哎呀！快，给我抓住他！谁？你已经中了我的毒针了，一时三刻你还死不了。你要是乖乖听话的话，我们就给你解药。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我们就是想要投靠大人，给大人做随从。请大人收留我们吧！请大人收留我们吧！
杨过和陆无双为了躲避李莫愁的追杀，通过暴力求职成为蒙古丞相耶律楚材的随从，跟随车驾一路南下，成功避开了李莫愁。这夜却呼吁刺客行刺。耶律楚材，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杨过和众侍卫急忙赶来相救，却被耶律齐喝止。慢着，三妹不用你们帮忙。二人瞬间化身吃瓜群众，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中打斗的二人。陆无双不禁问道：自己的功夫和两女相比如何？这俩姑娘打法太老实，她们远没有你那么诡计多端、阴险毒辣，所以毕竟还是你赢。眼见空手的妹妹渐渐不敌手持利刃的完颜平，耶律齐连忙出手相救。三妹，随后便开始了一场言出法随式的现场教学。三妹，瞧仔细了，我拍的必如雪，定要他斜退相避。我跟着拿他去过血，他不得不举刀反砍。一旁的杨过见他所施展的武功，心中不禁充满疑惑。他的武功好像是全真派的，不过全真教怎么会有蒙古公子？而此时场中的战况也接近了尾声，随着耶律齐一声夺刀脱口而出，完颜平手中利刃已落入耶律齐手中。完颜平呆愣原地，面如死灰，想到此生复仇无望，接过耶律齐递还的钢刀，便往颈上抹去。好端端的，何必自寻短见？何必救我？耶律齐见他这副模样，生怕他再自寻短见，便和他做出约定：只要你逼得我使用左手，我束手就死，绝无半句怨言。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准备离开的完颜平在路上却被杨过拦住了去路。我教你3招武功，